好，现在正式讲饶阳监狱兼看守所，它是由这个四合院组成。这个四合院简单说一说，是吧？它是中国北方农村民间的住宅啊。最简单的四合院是怎么组成呢？就4栋房子，土房，4栋土房围成的一个封闭的院落，就叫四合院，这叫做四合院啊。在北京过去啊，北京旧城啊，很多是四合院组成的啊，后来拆了盖楼房啊，现在只保留一部分，这个叫做四合院。四合院的特点是什么？这个简单讲一讲，是吧？因为啊，南方人是不了解，北方人当然知道。南方很多人他不了解，南方没有四合院啊，这是北方的住宅啊。他农村他用那个土壁，用土房啊土盖的。最简单的4间房子合起来，变成一个完整的封闭的院落。那么每一栋房子的门和窗都是对内的，你看呢？都是对内的。这个房子的窗对内，这个也是对内，这个也对内啊，没有一个是对外的，没有，它是对内的，它是封闭的，这个叫做四合院。顺带说，跟现代洋房它的结构模式啊完全相反。这个洋房是，你看一栋，它的门是对外的，是不是？门窗是对外的，向外看的，它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啊，外面的街景。这个洋房，现代洋房，四合院是看不到外面的，它是封闭式，这个是开放式的，完全相反。所以我得出结论，长期住在封闭式的房屋必然造成封闭性的个性不同的，这个民族性是不同的。那么住在开放型的房子的人，他必然养成开放性的性格啊，这个是我的体会，是吧？我在南洋、在印尼都是住那个开放性的房子，所以我的性格是开放性的啊。北方很多人是很保守的，跟他住的条件是有关系的。简单说这个，对不对啊？因为我是学建筑的，对，那个四合院那很熟了，是吧？那个复杂的四合院那就很复杂了，那就一套是不是啊？1套、2套、3套，3层合在一起啊，那个是大地主啊、大资本家过去的那个住的那个啊，等于大宅了，对不对？啊，那个是大的四合院，简单的四合院是4栋房子围成的。那么监狱，饶阳的监狱就是四合院组成的。啊，好了，现在讲一讲他关押什么人。他关押当地人不多啊，只有5、6个啊。等一下再细说是谁，等一下再细说，是吧？那么从北京来的大概有20个左右吧，大概是这样啊。这个成员都是什么人，是吧？等一下再说，等现在一个一个，现在先说这个，就在那么小的地方四合院，也要强迫这个犯人劳动，所以共产党他离开不了劳动的，因为只有劳动才能够创造财富啊，是吧？他一定不放弃这个劳动的。那么那个小地方能干什么？他也不能种地啊，你也不能种麦子，对不对？那个院子里头，那么你能干什么？哎，
他就做一个小手工业品，叫做麻猴，麻线的麻，猴子的猴，那是名字了。那是一个小刷子啊，环形的小刷子，干什么呢？它是套在那个自行车周啊转动的小刷子啊，这个一般人大概没看过这个东西，小刷子刷那个自行车周啊，那个很便宜了，大概几分钱一个。那个因为那个只有用麻线跟铁丝做的，很简单啊，材料就是麻线跟铁丝，就做这个小麻猴啊，都强迫你每个人都要去，但是我例外，他不让我参加劳动啊。还有几个人啊，一共大概4个人吧，那是监督我的啊，就关在牢房里头，不让不参加劳动啊。要什么呢？思想改造、洗脑，就是学习，所谓学习就是看《人民日报》，这个就说你的思想是反动的啊，暂时可以不参加劳动，主要是改造你的思想。那么他怎么把我当作重点呢？这个很简单，所有新的劳改来的人，他那个所长，他一定看你的档案，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档案袋啊，那个是中国的特点嘛，中共国的特点。大学生每一个大学生都有档案袋，这个档案袋随身跟着你啊，党的组织部吧，好像是管这个的，但是保密的，别人不能看，只有党某部分的党有权利看那个。我顺便说一说，清华大学整风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提意见，就是这个档案啊，提这个档案，认为应该废除这个档案制，这个完全是秘密的也是侵犯人权，这个也是一个提出的意见，很尖锐的。就这个档案呢，这一套制度啊，中共这个就是一个特务系统嘛，对不对？那么每一个新的犯人来到那个监狱，那个所长首先就是看你的档案，他一查我的档案，一目了然啊，又是右派分子，又是反革命分子，判过无期徒刑啊，是不是？这个不得了了啊！没有其他人判无期徒刑的，那我成了重点了，我就成了最危险的犯人，把我当作是其实我是最老实的人了，对不对？我什么坏事都没有干嘛，你把我当作最危险的人，那是从你的观点看，对不对？所以他不让我劳动，要洗脑，有三几个人监视我的，这个我在一步一步讲。那么监视我有一个是叫做王彦生，他是延安生的，就叫延生，高干子弟他是留学阿尔巴尼亚的。好像我记得好像他想到资本主义国家去，他想跑到资本主义国家去，打成反革命分子，判过犯，送回来判刑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王彦生虽然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判刑以后，进了劳改以后，他还是靠拢共产党听共产党的话，监督我，就是这样的人。那是我待过的所有监狱跟看守所伙食最差的地方我们在别地方，比方说是不是在别地方1个礼拜有1次改善，这个是普遍的现象。2个馒头，1碗肉
礼拜天，差不多都是这样，普遍的是这样，是吧？平时是吃窝窝头、白菜汤，每个礼拜2个馒头，1碗肉。但是这个饶阳监狱1年只有1次吃肉，就是阴历新年的时候、春节的时候，就吃1年1次，因为人是需要这个动物蛋白嘛，没有蛋白，是吧？都浮肿。你这个手背你按一下一个坑，起不来了。最突出的脚背，你按一下一个窝，浮肿，脸也浮肿，那很严重啊，那很严重啊。那么有人就写条子请求所长允许我们买一点吃的。我顺便说，在北京监狱，每逢过年过节允许犯人买一点东西，但是不允许买能够吃饱的面包饼干不许口，可以买一点水果糖，那个不能吃饱的允许买一点。在北京监狱看守所，面包饼干不可以买你也没有粮票，那个是要粮票的，犯人哪有粮票不能买。那么在这个看守所，有人就请求所长允许我们买点水果糖。好，为这件事，所长召开全犯人大会，就张所长训斥批判痛斥这个申请这个要求吃的东西。他说了一句话，泄露天机了。为什么不给我们吃饱饭的？说了一句话这个我才从他的嘴我才知道，原来如此。他说什么？该你们都吃饱了，你们害怕吗？你们会害怕吗？你们还得进来，就是说你们释放以后还得犯罪，因为你们不怕嘛，还得犯罪，还得进来。说了一句话，原来我知道了，不给我们吃饱，不是因为没有粮食，我原来以为是政府粮食有困难我以为是这样粮食紧张对不对？不是那么一回事不给你吃饭就是让你怕什么？怕共产党，不敢再反共产党了，不敢再反共了。予以泄露了天机了，我才恍然大悟。我明白了不给我们吃饭，就是让我们屈服于共产党，让我们投降，就这个目的，不是因为没有粮食。秋天天气冷了，对不对？那个室外的那个昆虫都钻进牢房里头避寒对不对？那个昆虫也怕冷各种各样的昆虫都进到牢房里头那么有一个从北京来的，他就是抓那个虫吃他挨饿经不起那个饥饿抓那个虫中毒死亡了。这是一个例子。好，下一个事情，平时在大部分的监狱不允许犯人有笔和纸，不允许怕你乱写你写反动标语他最怕你
写反动标语或者你夹带信件写信叫人家带出去，携带信件那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一般的监狱不允许你有笔和纸，你原来进来的时候带的笔全部没收。但是这个饶阳监狱特殊，允许你有笔和纸，目的是什么？不是叫你乱写目的叫你写检举信所长亲自通知大家写检举信每天都可以写，卷起来早上所长开门以前，把那个检举信塞在那个门缝里头，这个是所长通知的所以那些检举别人的信都这样做了，塞在那个门缝。那么所长开门的时候要放毛嘛，他去顺那个开门的时候取那个检举信，就这样的事。这是一个，这个就是监督你了我顺便再说一个名词，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有一个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是一种病，精神病。它的意思是什么？人受迫害的时候有的反应是这样的反应，不仅仅对迫害者屈服，而且要求迫害者希望从迫害者得到好处，把希望寄托在迫害者身上，这个叫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据我的观察，在中共的监狱里头，99%的人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只有个别的人头脑清醒我就是清醒我不屈服于压迫者，更不求压迫者解救我没有那个幻想，我没有那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样的人是很少的。我所观察，绝大部分都犯这个症把希望寄托在压迫者身上。什么希望呢？希望立功，通过立功解救自己。所以一旦有事，我说了，在劳改地，任何事只要它发生有问题，立刻就好像自动化了，一定写这个检举信是这样的事。那这个是吧？这是一件事，写检举信的事。另外，不知道哪一天他突然的所谓检查牢房，突然叫所有的犯人出到那个院子然后所长和正所长进到每一个牢房检查东西，检查犯人的东西我的字典他不允许，我有3本英汉字典，他不允许看字典，我的字典埋在那个煤堆里头，他冬天的时候他供应煤，烧煤他都发现煤堆里头的字典给他没收了，字典都不允许看只能看《人民日报》或者毛泽东著作，别的什么都不能看。我从清华随身带的，我离开清华的时候，我有一箱书
但是随身带的都不能看，都存在那个库房里头。每个月一次，可以去拿衣服旧衣服可以我借这个拿旧衣服就偷偷把那个字典拿出来，那个也被最后也被搜查了，没收3本字典的英文字典挨个被没收，没有道理嘛？那是我的东西嘛，是不是？你这个有什么理由去拿我的字典？你这个不是土匪吗？共匪一点没有错的，是不是？你有什么理由没收我的字典？我3本字典，英汉字典，全部给没收。土匪、共匪一点不冤。其实说之前呢，魔王共产党何止是匪是魔王撒旦。平时那个《人民日报》那个没什么看头的，那个尤其那个国内的新闻，那个都是垃圾了的，我都2眼都不看了我得看基本上翻一下国际新闻大概有一点看头对不对？也没有什么可看头大部分介绍都是非洲的国家，就是支持他的非洲国家什么坦桑尼亚啦赤道几内亚啦都是那些支持中共的那些国家，落后的被中共收买的那些国家天天就是介绍那些国家，也没有什么看头。不过总比那个国内新闻还有一点看头。国内新闻根本你没有什么东西了空洞无物所以拿那个报那个一会就不看了，对不对？那么很苦恼嘛，这个一天怎么过你怎么过这一天呢？是吧？那么我就怎么样？他不是允许有纸吗？我把那个纸裁掉一个小纸条我是收记因为别的你不能写，对不对？有问题怎么政治人物、政治什么语言呢？那是不能写，全部是吧？日记什么那都不能写，自己想法都不能写，只能写什么那个绝对不犯法的，对不对我收集什么？收集北京的土语北京很多很有意思的土语，方言土语。我收集那个，我有那么想法，将来我如果有一天出狱了，我或许可以出版。如果我收集很齐对不对？所以我天天的工作就是写那个北京土语北京很多土语的，是不是掉了就逃跑了，土语就掉了这个是外面的人是不知道的，是吧？除了住北京的，是不是好，我收集我存在那里，我存在入纸里头，因为那个也不许可，你什么都不能做的，连这个都不许可，这个不是犯法的事吗？土语那也不许可，那我把它存在我的入纸里头那个纸条方言土语的这样存在入纸。好，有一天呢，那个张首长来了，宣布都出来到院子里头开会就命令把冯国强的那个入纸拿出来拿剪刀剪开，把那个东西全部掏出来，就是把我那个方言土语的纸条
全部掏出来，点火烧掉，批判我不好好改造是不是？坚持反动立场，违反监规纪律，批判我，批斗我。这个一定有人检举嘛？谁检举？就是里头的监视我的人这是一件事发生在饶阳的事情，对不对？这个张郎朗都看到了，因为等一下再说张郎朗说，现在张郎朗在美国他现在好像在华盛顿了，是现在他还活着。他参加这个会了，他知道是吧？我不是说谎，你不信你问张郎朗，对不对？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事，有一天张所长找我去办公室谈话，问我冯国璋，你看《人民日报》为什么只看国际版？嘿，这个问的莫名其妙，我都懒得回答他了。人民日报你是让我们看的吗？你们让我们看的嘛，对不对？我现在看人民日报，我有什么错啊？我看国内国际版，你管你什么事啊？这个他也要管他当然不说，他的话这个意思，问我这个意思就很清楚。为什么看国际版？意思是什么？你是不是还要逃亡国外国际版嘛，对不对？他的意思就是，但他没有说这个话，他就问你为要我自己交代他不说这个意思是说要我自己交代我是想逃亡国外，是不是？我能跟你这样交代吗？你看我看什么都有人汇报。你想共产党的建议，他组织严密到什么程度？在民主国家会有这样的事吗？我在美国住了20多年，每天看报有的人还吸毒，还能够拿到毒品，在美国的监狱还能赌博有的还能逃亡，说明这个纪律管制那是天地之别。共产党对犯人的监视、监督、控制和民主国家对犯人的监视、监督、管理天与地之别。虽然我没有在民主国家的监狱待过，但是我每天看报我多少了解美国监狱的生活，天地之别，没法理解。所以很多人是不可能理解中国的事的，他没法理解，是吧？住在天堂的人怎么知道地狱人的生活？反过来说，住在地狱的人怎么知道住在天堂里人的生活？没法理解。那个饶阳是比较干旱的地方，好像是吧？那个水地下水很深的，我们供水喝水有限量的，一天只能喝几杯，有限量的每人都有限量的。那么有一天晚上，我看到了那个张凤，我们有一个公共的那个喝水的那个储存水的地方那个不能随便喝的嘛，那个公共喝的嘛，你多喝了，别人就没有得喝了嘛。那个张凤他就晚上就偷喝了，我看到了，所以我就给他提意见了白天我说你
你不要动那个水了，那个是公共的水，对不对？那么你多喝了，别人就没有得喝了。我就提几个意见嘛，对不对？他是恨透我了，这个是一个恶棍来的坏蛋啊！有一天他报复我了，他不满意嘛，我揭发他，对不对？我们的那个牢房，它是有武装的那个公安人员巡逻的啊，哨兵啊，对不对？来回巡逻，看管我们嘛。每一栋的牢房，那个房顶上它是平顶房，有洞，有一个洞啊，可以从洞里头看里头的情况。那个是结构式在平顶房，所以那个班长啊，所谓班长就是那个公安人员，他在房顶上巡逻的，不断的巡逻是吧？带枪。这个张凤他就报告班长，冯国璋偷我的纸，说我偷他的纸。那个班长的头脑简单呢，他也不问青红皂白，冯国璋，你出来叫我出来，站在门口。他相信那个张凤的话，说我偷他的纸，跪下命令我跪下，我不跪，我没有偷他的纸，我为什么要跪啊？为什么要听你的？好，因为我不听他的话，冒犯了他的尊严了。你出来，叫我出来到办公室。3个人公安人员二话不说，不问我你是不是偷纸或者怎么样，对不对？不问我，二话不说把我打翻在地然后拳足交加打，拳头打，上面打我的嘴，打我的脸下面他穿那个皮靴那个军用皮靴跟踢足球一样踢我。3个人如果那天是夏天我就完了不打死也是残废好在那天是冬天，穿的是棉衣，比较厚，我就抱着一团而且我高喊救命啊救命啊，拼命喊。所以他打了一阵那个政委就来了就停手了换句话说，如果是夏天，如果我不喊救命，如果政委不来，我就完了。这个是在劳改队里头收到的拳足交加，这个不用刑具，用拳头和脚，3人打我。这个是在饶阳发生的事，这是我的经历我在介绍其他人的事这个也很有意思，你可以看看他们是怎么个经历。先说本地人，有一个老农我不认得他，我不认他叫什么名，我问他，当然偷偷问是吧？你是怎么犯罪的？你是怎么进来的？为什么进来的？他跟我说，我用那个树戒指，就说一个棍嘛，树棍嘛，树戒指嘛，树枝用树枝在地上写了5个字我问他什么字他不敢说，因为说的话重新犯罪都不能讲的
不然这是5个字什么字？大家我一猜啊，无非打倒共产党，或者呢打倒毛泽东，没有别的。这5个字就是最常出现的所谓，这叫做反动标语啊，简称叫反标。写这个反动标语就属于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个是最轻微的现行犯，判5年徒刑啊，一口吃1年，这是老农犯的罪。还有2个人是倒卖罗马的，因为他那边是出罗马，倒卖罗马，我就没有细问他了，什么原因啊？但是这个人呢，从他们的这个语言呢，很刁啊，这个老解放期的老百姓啊，在共产党长期统治的地区，非常刁的。是吧？非常刁的。从他们的语言呢，我发现呢，不是那个老老实实的农民，没有的。你也现在找老老实实的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没有的，可以这样说，都变成刁民都是共产党教的啊，上行下效。共产党是怎么样的一种人物啊？是不是？上行下效嘛，上梁不正下梁歪嘛。全部，我不能说全部啊，我这个话说错了，绝大部分都成为刁民。现在的农村也是，你看看黑社会，全是黑社会啊，掌握的农村。你老实人你能带吗？你就不贪了，对不对？好。另外一个叫刘学文，刘学文，学习的学，文章的文，他是大概是20-30岁的小年轻，有一点精神病他经常自言自语，这个就严重了。有一天，所长就开大会，说你们每个人要写检举信，凡是听到这个刘学文骂中国领导的话，要写下来。听到的没有听到的算了，是吧？所长也不强迫每一个人写，对不对？他老师实事求是，听到的一定要写。他骂什么？他只说骂首长，他不说具体的，也不能重复的，因为这个骂被班长听到了，被那个公安人员报告首长，但是首长这一方面也很慎重，因为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也很慎重他不马上下结论，不马上相信这个班长，他要征求大家的意见。这个说明这个事是非常严重，所以叫每一个人写检举信，听到的那么我没有听到，我就没有写了。究竟骂什么？我们只知道什么？骂江青，就是骂毛泽东的老婆，只知道这个，具体怎么骂什么不知道，不能重复。这个是太严重了，这个就是严重的现行犯。结果怎么样？决定就法院了，经过法院了，判决判死刑。那么枪毙之前呢，还有一件事这个一定要讲一讲。
枪毙之前，把这个刘秀文呢绑在那个院子当中的晒衣架上，反绑吊起来。那个时候正是冬天呢，地水成冰啊，把他绑在那个院子里头，整整一个晚上。什么目的？就是让四周的犯人看到了，让你看看这个反革命的下场。我们大家都议论了，可能冻死了。一个晚上啊，那个零下的气温啊，北方那个北京啊、河北啊，最冷是零下20多度啊。第二天送走了，那就枪毙了。那么后来进来的人偷偷告诉我们了，枪毙他之前，游街把他装在卡车上，反绑左右有公安人员拿着那个绳子勒住他的脖子，两个人勒住他的脖子，就是怕他喊反动口号。假如他一喊反动口号，比如说打倒共产党啊，假如这样，马上把脖子就勒了，他全部都准备好了，游街，然后枪毙，那个人还告诉我们，所以这个他埋在那个野地里头，连他的尸体都人挖出来，为了什么？为了要拿他的衣服。这个是老解放期啊，人民的道德水平啊，就是这样的水平。按理说，老解放期，如果根据共产党的说法，那是在长期在共产党教育下的人民，应该是非常有道德的人，但是这样的人死囚的衣服他都要拿，这是后来的人进来的人告诉我们的，这是一件事。这个冻他一个晚上，这个事情充分说明共产党的残暴、惨无人道这个我亲眼看，不是听说的。现在一个一个简单介绍一下北京来的人都是些什么人。第一个，这个张郎朗他的父亲是北京美术学院的院长张丁，三点水一个丁，甲乙丙丁的丁。他年轻的时候就到延安去，投奔延安。这个张郎朗就生在延安，后来北京解放，所谓解放，他就从延安到北京。这个张郎朗呢，也在中央美术学院上学，他属于高干子弟。所谓高干什么？他是中共的这个级别分13级干部13级以上的叫做高干，他的父亲是属于高级干部。那么张郎朗这个人的为人呢，因为他曾经跟我在一个牢房里头，为人是比较随和的，性格比较温和的，为人可以说是，
他的这个人际关系很好啊，很友好，很友善，是一个。第二个周其岳，他父亲是周伟士，也是高干，母亲姓王，是歌唱家，这个人品很坏。这个周其岳本身他是什么外语学院的，我忘记了，也是大学生。本身跟张郎朗个人的品德完全相反，非常傲慢最典型的高干子弟那个作风看不起一切人，自以为高人一等，所以没有人跟他来往没有人跟他交谈。周其岳，他是7月份生下来的，大概名字很怪的，7、8个的7，月就是月份的月，周其岳非常傲慢，成天打小报告，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因为都可以看到的，他把小报告塞在这个门缝经常就打小报告写在门缝人品非常坏跟张郎朗是不同的，同样是高干子弟，性格不同张郎朗现在还活着，在华盛顿，他是教书，教美国人中文。他后来到香港也认识我，跟我是好朋友张郎朗。他们2个人是同案犯同犯一个案。为什么劳改？为什么判刑？就议论江青，因为他们尤其张郎朗是在延安出生的，他对江青、毛泽东跟毛泽东的丑闻了如指掌，所以他们议论这个被发现了这个也是等于反革命行为判刑的，就是因为议论江青的事判刑第3个值得提的叫做杨炳顺，这个是什么呢？小提琴家，他在国际上得奖很有名的，得什么奖我忘了，一个比赛是吧？小提琴家杨炳顺犯什么罪他没有详细讲没有详细讲，知道他是小提琴家，有名的小提琴家，得什么奖我忘记了。还有一批我就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也是高干子弟，有的是什么外语学院毕业的了，是吧？有一批我不认得还有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头叫索家林，索那个姓索的索，家里的家吧，好像森林的林，索家林。他亲自告诉我，抓他的时候，一卡车的公安人员10几个包围他的家他是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头，究竟怎么反的他没有说，他只说抓他的时候是一个卡车的武装公安人员说明不是简单的人物当然这个所谓反革命小集团的区别很大的，有的是很严重对不对？有的确实是很严重组织有一些人马了有一些规模，有的，但是有的呢是很简单不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轻重不一样。我所知道的那个有一个叫做傅锦波的，他告诉我的，他也是打针，但是不是在这个，是在别地方的劳改队告诉我的
他也是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是怎么回事呢？他就跟几个朋友经常在一起聊天瞎聊他说也是开玩笑你当总理是不是他当外交部长，我当内政部长，就是瞎说八道了，对不对？胡说八道就这样，但是经常聊在一起谈政治什么的，这个也构成反革命小集团，他也被抓了一个姓傅的。我是举个例子，对不对不是说一定很严重的，像这一类也算是这个名目这个罪名这个范围很广的，很广的只要几个人合在一起，就可以构成反革命小集团。还有王涛，姓王的王波涛的涛，那个波涛他是什么呢？他是典型的投机倒把，倒卖东西，跟政治完全没有关系北京叫做倒爷是不是做那个买这个卖这个了，是不是投机倒把跟政治没有一点关系。